我是瓜皮儿，本期带来《加勒比海盗2》。伊丽莎白即将与特纳举办婚礼，夫妻俩却被新总督贝克特拘捕，理由是他们解救了死刑犯杰克。而几个月前，诺灵顿就辞职消失了。当初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导致3个人被判处了死刑。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帮贝克特拿到杰克的罗盘。传说杰克的罗盘可以到达任何想去的地方，而杰克正在寻找开启聚魂关的钥匙。巴博萨的猴子也找到了杰克。聚魂关里藏有加勒比统治者琼斯的心脏，得到心脏的人就拥有号令海洋的力量。在船舱里，杰克遇到了基代王，他没有死，还成为了琼斯的奴仆。满脸水产的基代王告诉他，曾经杰克和琼斯做了交易，才成为了黑珍珠号的船长。现在他是时候还债了，要么给琼斯无偿打工100年，要么被琼斯的海怪连人带船拖进海底。说完，给杰克留下了方便海怪追杀的记号，吓得杰克立马指挥水手们全员逃跑。猴子扔掉了杰克的帽子，这也阻止不了他逃跑的决心。帽子被路过的船只捡了起来，海怪立即把整艘船拉进了海底。另外一边，特纳四处打探杰克的消息，最终他来到了一座小岛，黑珍珠号已经搁浅在海滩。特纳被岛上的野人抓了起来，说了一句某人的经典台词。野人们把杰克侍奉为了神，并准备把他烤熟吃掉。杰克也只好跟着他们把戏演足。他把所有的船员关在了悬崖上，众人利用悠悠球的知识逃到了岸上，又模仿仓鼠逃脱了野人的追击。此时的杰克也已经从他们的嘴里逃了出来，路上遭遇了五五开。你好，我卢本伟没有开挂。好在杰克练过体操，一个满分的落地，成功和特纳等人逃了出来。终于碰上面的特纳告诉了他所有事，杰克利用花言巧语让特纳相信钥匙才是解救伊丽莎白的关键。此时的伊丽莎白已经被父亲救出了地牢，潜伏在了一艘船上。船员以为她的婚纱是怨鬼的化身，他借题发挥，指引着船开往了特纳提到的图图加港。杰克众人来到了提亚女巫的家中，他和杰克是老相好，提亚一眼便看出了特纳的重要性。杰克拿着打不死的猴子交换，想要找到钥匙的下落。琼斯曾经爱上一个不该爱的女人，这份爱让琼斯痛苦，于是他把心脏挖出来藏在了聚魂关里。只要找到了琼斯的心脏，就可以杀掉他，成为海洋的统治者。他们必须到飞翔的荷兰人号上拿走钥匙，才有机会翻盘。女巫的房间中还有另外一个神秘男人，临走前他给了杰克一罐沙子，也许会在路上帮助到他，并占卜了琼斯所在的地方。杰克嘱咐特纳，如果琼斯要杀他，就说我是来替杰克还债的，这样就能保住小命。果不其然，琼斯活捉了特纳和其他人。琼斯告诉他们，要么给自己无偿打工100年，要么抹脖子扔海里。特纳说出了杰克的嘱咐，捡了一条命。琼斯看到了远处的杰克，立刻瞬间到了他的面前，问兄弟买挂吗？琼斯和杰克做了交易，用100个灵魂来还清他们之间的债。特纳成为了人质，杰克告诉了琼斯特纳的辛酸爱情。犹豫了一下，琼斯还是决定只给3天时间，并消除了他的黑点。为了完成任务，杰克前往了图托加港。在这里，他们招募了一群没有五险一金的工人，打算凑齐100条人命。而消失已久的诺灵顿也在这里，他失去了一切，现在打算加入杰克，一起当海盗。赶来的伊丽莎白见到了2个人，杰克告诉他特纳正在经历的一切。他把罗盘交到了救夫心切的伊丽莎白手里，罗盘指引了他正确的方向。飞翔的荷兰人号上，基代王见到了自己的儿子特纳。没有完成100年的合同时，他没有办法离开这里，但特纳不一样。基代王决定帮他找到钥匙的下落。在荷兰人号上，船员们都喜欢玩一个吹骰子的游戏，赌注是他们仅有的时间。特纳向琼斯发起了挑战，赢的话拿走他的钥匙，而输了的话就要把灵魂永远交给他。谈判时，特纳如愿以偿地看到了钥匙，一直藏在琼斯的触须之下。这一刻，输赢已经不重要了。基代王知道儿子一定会输，强行加入了赌局。不出所料，他输了，但基代王保全了特纳的灵魂。趁着琼斯睡觉时，特纳偷走了触须之下的钥匙，并且答应父亲一定会回来救他下船。逃跑的特纳被伊丽莎白扮鬼的船只救了下来，而琼斯已经一路追了上来。他召唤了海怪，袭击了特纳所在的船。在巨型大章鱼的攻击下，船只开始解体，无辜的船员纷纷丧命，整艘船最终被拉进了海底。只有特纳逃了出来，躲在了荷兰人号下方。黑珍珠号上，杰克与伊丽莎白提到了赦免的条件，让杰克成为合法的海盗，并且担任他们的船长。这话被诺灵顿听了个正着。寻找聚魂关的路上，杰克开始调戏朋友妻，可3天期限已到，他手中再次出现黑点。琼斯已经追了上来，却无法上岸。受诅咒的他10年只能上1次岸。当他们挖出聚魂关时，恰好特纳带着钥匙溜到了岸上。
此时几个人出现了分歧，特纳决定摧毁心脏救回父亲，而杰克却说琼斯死了，大章鱼海怪就没人能掌控得了了。诺灵顿却想要拿着心脏回去邀功，三个人上演了一出男之人剑合一，不停地耍着杂技。此时琼斯的手下已经追了上来，杰克趁乱偷走了心脏，放进了沙子里。在他们打怪的时候，诺灵顿把心脏调包逃离了战场，其他几个傻蛋还在抢着空无一物的巨魂棺。杰克以为自己拥有了谈判的资本，开始拿着罐子威胁琼斯，得到的却是一波三炮的招呼。黑珍珠号被打得只能逃跑，琼斯再一次召唤了海怪。这时候罐子意外摔碎了，杰克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。拥有着一次与海怪较量的经验，特纳指挥着船员们作战，并打算集中火力把他炸死。杰克此时划着最后的救生艇去寻找心脏，被所有人当成了逃兵。海怪发了疯似的撕扯着黑珍珠号，看到自己的船被攻击，杰克看了眼罗盘，回到了自己最向往的黑珍珠号上，精准的一枪引爆了炸药，暂时击退了海怪。杰克让所有人弃船逃跑，自己选择了留在船上。伊丽莎白知道海怪要的是杰克的命，故意使出美人计把他困在了船上，保全了其他人的性命。特纳头上绿得发慌，当杰克知道自己的朋友背叛了自己后，只是笑着说伊丽莎白也是一名海盗了。海怪再一次卷土重来，吐出了杰克的帽子。戴上本体后，杰克选择了勇敢的面对死亡，和陪伴自己的黑珍珠号一起被海怪拉进了海底。他的死直接还清了和琼斯的债。当琼斯看到巨魂棺里空无一物，却没有心脏能扎，诺灵顿把偷来的心脏和赦免条约一起上交给了贝克特，给自己换来了前途。提亚为杰克办了没有尸体的丧事，所有人都在惋惜着这个伟大的船长。提亚质问特纳和伊丽莎白等人愿不愿意航行到世界的尽头，去把杰克带回来。所有人都是心甘情愿，但他们缺少一个船长，就是神秘男人巴博萨。昔日的敌人成为了全村的希望。感谢收看，我是瓜皮儿，下一期《加勒比海盗3》告辞。